来了来了，Hello，姑娘好，Hello，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猫。我之前是有多嫌弃这个歌，现在发现这个歌真的很好用。大摇大摆迎春来，大锣大鼓敲得嗨，大富大贵百年百，事事兴隆冲四海。嘿，大风大浪闯过来，大红大紫杏花开。大不大的大年白，红红红盛放光彩。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发大财。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发大财。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是的，祝福各位新年快乐，虎年您太哏了，耶！呜呜。大摇大摆迎春来，大锣大鼓敲得嗨，大富大贵百年百，春事兴隆通四海。大风大浪闯过来，大红大紫杏花开。祝各位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在说什么？高声放，光彩，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您了太哏了，嘿呀呼嘿哈哈。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发大财。嘿呀呼嘿嘿，一人一点呗，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恭喜恭喜，幸福的门儿开。最后一句，恭喜发财。哇塞，好久没有直播了啊！然后过节开心的啊！各位今天都吃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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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什么了？跟我们说说，今天吃什么了？红包拿来啊！我怎么拿红包啊？哎，我不但拿不了红包，现在我还要发一个小任务。嘿，等会儿啊，我已经好久没发过小任务了。等会儿我看一眼这个任务怎么发呀？团圆的饺子，好，我先发一个团圆饺子，9999，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9999，然后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快乐到永久，走你。您看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啊，今天吃的什么呀？我今天吃的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吃了灌肠儿，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灌肠了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对对对，太走运了啊，简直是太开心了啊！那个，因为哎呦，现在是张伟永远19岁是第一名啊，谢谢您啊！希望您新年有好彩头啊！希望各位每天2022年都能够过得糊头糊脑啊！谢谢各位，我们家自个儿灌的，我都不知道灌肠是什么，但是应该也属于穷不怕这个系列的，所以说吃的挺好吃的啊。然后呢，反正希望各位在家过年呢都能够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跟 DM48有一阵没见了，我这不是因为是不是咱们这么重要的任务，所以我闷了半天，你知道吗？就跟砸金花似的，啪我就出来了，哇，太厉害了！但是一切都值得，各位要给我庆祝啊！谢谢各位，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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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恭喜了。那么那个一上来呢，我先，因为我也，我最近唱歌唱挺多的，但是也要给各位唱一首特别吉祥的歌。我最近这首歌又成为了那个很多电视台那个争相要让我唱的歌。我跟你说，所以说咱们哥们儿就是对的，
这歌名起得好，它就是好接活。这首歌叫做《好事要发生》啊，这首歌即将会在元宵各种晚会上出现啊，希望各位能喜欢。那我先给各位唱一遍了。这首歌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但是因为歌名起得太好了，然后受到了很多导演组的欢迎，那咱们就走你呗，是不是？来，走你，好事要发生。对了，写歌关键是看歌名。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星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因为好事要唱错词了啊！我的心淌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淌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哎，这个歌这个间奏听起来，哇，在新年听别有一番韵味，就感觉哇，美好的阳光，明媚的未来在照耀着我，简直写得太好了。咱们再听一遍。为什么是这 drop 这么的美好？世上最美好的 drop。好事要发生，明媚，好 drop。中华好 drop， 好棒！好事要发生，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像不像一只小鸟？然后呢，突然间过来一只喜鹊，围着你转，哇塞，你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任何的不好跟乌云都会散去，都因为这根 drop。所以说，这个吉祥的 drop， 咱们再听一遍好吗？准备好了这个急抓了吗？走你！好事要发生，哇，这个 drop 太吉祥了，哇，好棒，好喜欢这个急抓。好事要发生，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星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淌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场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淌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咯咯哩 say 咯咯哩 say 咯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发生。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哇塞，好听！
好的，等会儿把这个观音特效关上。你的嘞，有一个人一直跟我说什么不要说什么呢？不重要了。好了，行了，各位要跟我聊聊什么天儿啊？咱们新年就是要开心的啊。那个过年，气氛大王会出单曲吗？是想出的，哎，但是因为哎呀那个哎呀算了，就是我待会儿我再跟你们说啊，反正这事儿吧特别的神，然后但是不重要啊。reaction 呀 ，reaction 什么呀？唱首忘不了，对不对？保护嗓子，我嗓子挺好的，最近我嗓子特别明媚，因为我天天都在保护我自己。为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当然要保护我自己了。我待会儿我自个儿那 action， 我看了好几遍了，我觉得非常的靠谱啊。反正挺好玩的，因为这件事待会儿我跟你们说啊。然后呢，因为这件事非常的不可思议，且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天灵盖冒光啊，所以说它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旅行。然后让我觉得受益匪浅，所以都变瘦了，好吗？谢谢各位啊。行，然后因为过节呢，我妈我爸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今天也大家大力可以啊，你想听啊？你想听第一稿，我们都改了20多稿了。什么叫第一稿？没事儿，不用。然后因为待会儿我会跟各位集中一下分享我这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好吗？然后我们接着今天来唱歌，因为我已经好久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排练，特别紧张的排练，让我觉得我身心交瘁啊。所以最近能跟各位先唱几首歌，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啊。好，首先我要跟各位开这个 DM48 了，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开小目标了，而且我在 YY 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啊，有一场算一场，所以各位要珍惜，谢谢各位啊，咱们还会常见的啊。好嘞，行，还是 DM48， 希望咱们9999永久都牵着我们自己的小手。好，走你，好嘞。珍惜，没有，不是说要结束了，就是说那个对，那个期满了，然后但是那个后边还会继续的啊，我们还会加油的啊，我们总会再见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好，然后我要现在唱什么歌？来，你们来点吧，你们来点。对，因为第几天都没有第9天唱啊，第9天唱，然后我们要听什么歌？忘不了是不是？我看一眼啊，忘不了，好，忘不了可以。这首歌也是神了啊！来，好，忘不了啊！好，来。等会儿我要照着一模一样的台词说。好，要开始了。等会儿我居然忘词了，不可能！我都练了100多遍了，我怎么会忘词啊？不可能！我等会儿啊，等等，那个王冕他先把那个什么，我说我在旁边瞎唬个什么？我要好好唱歌，我这么优秀，我应该 solo。好，对，然后行，好，走你。等会儿，我刚才说我要好好唱歌，我在旁边瞎唬什么？我说完之后，好，你是谁呀？我这么优秀，我应该 solo。现在我要好好唱歌了，各位一起来听哦。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尽的岁月。等会儿，再来一遍，怎么回事？怎么能笑场呢？怎么能够笑场？怎么回事？再来一遍。你等会儿，我刚才说我要好好唱歌，对不对？我在旁边瞎唬个什么？什么？你是谁？我这么优秀，我就应该 solo。我要好好唱歌了，各位一起来听哦。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
抹不去的从前，就像一阵风，吹落恩恩和远远。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你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为什么？哦，背得太熟了，哇，简直太敬业了。我直到永远。等会儿，我先喝口水啊。幽默，哇，好幽默。等会儿，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没有背一段词儿背这么熟过。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赶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就像一阵风，吹落恩恩和远远。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你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等会打一嗝。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你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怎么了这是？哦，没到那段。没有醒来的时候，也许你和我直到永远。词唱错了，来。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Thank you。什么事儿啊？好嘞啊，好，我要接着开小目标了。对，马上小鸡就要到我手中了。好，现在我来劲了啊！我们是2022年2022个。小来劲，9分钟。对，快把我递给大张伟。对，那个还是挺逗的啊。等会儿喝口水啊。因为我直播是那个今天、明天、后天，等于初3、初4、初5，我都会陪着大家的。因为我录了很多的那个春节节目，然后各位也可以每天都看一看，哪儿都有我，怎么回事？您说说。没有办法。真的很苦恼，总是这么招人喜欢，哇，怎么办？哎呦，哪儿都是啊，太优秀了啊，就是火呀，没有办法啊。然后那个哪儿都有我，哎，然后那个想想啊，因为大家还要听什么歌？因为我要先唱几首歌，让各位开心，然后咱们再聊天。因为过节嘛，先给各位，因为我参加，
对。哦，我跟周深唱那个《把门开开》也挺棒的，周深实在太可爱了啊。然后，但是我看看我有那个歌伴奏吗？把门开开可以吗？但是周深那段唱的特别棒，因为我唱不了周深那么好，而且那段是因为这个歌是后来他们重新编的，我只能大概唱一下啊，你们来唱周深好吗？周深那么优秀，由大家来完成，我来唱我的部分。而且这个歌词我完全记不住，等会儿啊，淅沥沥沥把门开开，我先唱一遍啊，万一错了就错了，咱们我再找那个对的词儿，万一对了呢？哎，走你，把门开开。Everybody， 新年绿油油，拥抱拥抱拥抱。Hello， 过年好！要唱歌了。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这门儿来，轮片满堂彩，片片满堂彩，对。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这门儿来，处处都是爱。这花月夜楼台呀，门儿开开。这段我唱不了，是我们周深的活儿。我们就想象周深那么完美的嗓音，天使一般的在给我们唱着歌，好听啊！怎么会这么好听？您唱。您猜怎么着？又到我了。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这门儿来，片片满堂彩。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这门儿来，处处和谐爱。好听。对，周深这段唱的是茉莉花。因为周深自打红了之后呢，就变得非常之活泼。我以前不知道他有这么活泼，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的活泼之后呢，让我觉得这个人超级的可爱。以前比较拘束，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红喜事精整爽啊！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我才发现我这几段唱，哎，人周深唱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好像是他每回唱完一段之后就摁了个钮，然后我就又开始淅沥沥沥。我这个人好犀利啊！哦，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哇塞！我现在是 back up， 对不对？我成了周深的 back up。哇塞！开这门儿来，天满堂彩。我刚发现这事儿，为什么？我怎么也是上了2次春晚的人，怎么变成 back up 了？掰开这门儿来，天充满些爱。谢谢各位。好嘞。耶。是，然后因为那个我们后边那个我们的歌的那个春节的那个节目里头，我跟我们龙还有我们刘大个，我们3个来唱这首歌呢，希望各位期待了。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唱那个歌是一个特别那个，你知道 Boy to Men 那个组合吗？啊，就是倍儿老以前一组合啊，就是那种男生和声唱法，然后不是纪晓岚啊，是和声唱法。然后呢，然后我们3个人挑战了这样的一个和声，反正唱的也是应该是还行啊。然后希望各位到时候听一下了。那首歌就叫做《我就不爱唱情歌》啊，他们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春节特辑的时候，我们3个人那群里头有，因为平时都是瞎聊天，说唱什么歌，然后大家那个说了好几首歌，最后2个人一致同意说，有什么一致同意、一致建议、同意就感觉在听我话，人家是建议唱我的歌，让我觉得哇，真是懂事的孩子，你看看是不是？毕竟是前辈啊，是不是？然后所以说那个我就是我们一块儿唱那首歌啊，特别的开心。到时候过一阵儿，各位就能听见了。谢谢各位，你看看人家，我上哪儿看人家去？人家都在自个儿家，我怎么看？我们家这有墙，我看不见，我哪儿看人家去啊？好了，行，我春节我想想啊，我还跟谁合作了？我最近净跟人合作了，因为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歌，那个结束之后，各种平台经常让我跟别人合作，然后对不对？登高，对，登高那歌其实我很喜欢的，我完全不会唱那歌，我那个我去的时候现学的，也还行。但是那个歌学完之后，我觉得特别靠谱，因为你们知道凤凰传奇还唱过这个歌呢，就是他们也唱过这个《将进酒》啊，还是登高，而且唱的是《将进酒》，因为他后边是登高嘛，对。我看一眼，我有没有这歌伴奏？因为毕竟是人家歌，我怎么会有人家的伴奏呢？但是您知道，咱们哥们儿向来就是捡漏的啊。我看一眼啊，我好像眯了一版，什么叫眯了一版？光明正大一块合作，什么叫眯了？就是说有，但是我歌词忘了啊。等会儿啊，我这么着，我明儿再给你们唱好吗？因为咱们直播3天呢。然后因为这个歌词我真的忘了，我再找一下，明天我准备一下啊，因为这个伴奏好像也不对啊，因为我得找啊。好嘞，行，明天我给你们唱啊，登高，因为这个是前一段后一段啊，李白杜甫特别靠谱，李白杜甫特别靠谱，你看见没有啊？因为本身大家也知道这个杜甫特别的欣赏李白，最开始他让我唱李白这一段，我就知道你就说你喜欢我不就完了吗？干嘛这么还这么婉转？然后说你是李白，我是杜甫，结果发现是因为他觉得我豁达而已，一下就让我哎呀。好嘞，行，刘地星，好事发生啊！那各位跟我聊聊天吧。然后过年各位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吗？跟我 rain， 对，那个歌也行，那歌我之前直播唱过。还有人工作呀，还有人被催婚呀，那你跟他唱这一个字过大年呀，这一个字过大年，实在是太靠谱了。还有做梦啊，好吃买到了，看到了。你说这歌名是不是？这歌是不是挺好用的？但是最开始那版呢，非常的贴切，就是比现在这版贴切特别多，然后且讽刺性强很多。但是最终我们唱的是这一版，然后但是呢，也其实作用是一样的啊，虽然力量可能少了一点，但是作用是一样的，还是非常好用啊。说那个被催婚了怎么办？你就跟他唱说谁催婚？你妈妈催婚对不对？你说妈妈你怎么还在催婚？你简直就是等会儿啊，说妈妈你怎么还在催我婚？你简直就是催婚大王。
然后呢，妈妈说怎么了？你怎么没事跟我这瞎说什么说？你怎么我催你婚，你怎么还唱上歌了？然后你这孩子是不是不懂事啊？然后你就说妈妈，我怎么会不懂事呢？我懂事啊。然后妈妈说你懂事，你在家里头跟我这干嘛呢？你跟我聊会儿天，还带着这你们年轻人叫什么？这叫什么？你带着音乐干嘛？那叫 BGM。妈妈哦 BGM 什么 GM， 不管了，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什么时候结婚？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妈妈，你要有耐心，您听我的，我好好的，我衷心的跟您说，您再等等，您只要再等一等呢。我这个婚就马上结上了，因为这个东西您也知道是不是？这个伴侣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找着的啊。然后，因为我总得给您找一个合适的啊，对不对？也得您满意的。然后妈妈说：“我不信你。”妈妈说：“我才不信你呢！你以为就你有这个伴奏吗？我也有。”然后，因为你都跟我说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见你给我带回来一个。于是你们两个人。过了大年啊，就是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的，过了很多大年。我跟你说，就这4个字能唱一辈子。你说有好多人不懂这个笑话的点在哪儿，你明白吧？他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在于他非常的愣。且没有任何的道理，然后他就是愣说，他居然就能演，就这个勇气真的是了不起啊！有这意思了哈，是。然后这个伴奏啊。大家想用这个伴奏吗？然后你们可以录一下啊。这个东西就是4个音，是我之前那个，好像是我那个，当当当当，是应该也是我们第一首歌我做的 sample。我第一首歌唱的是《一春嗨》，对，然后它就是那4个音。来了啊，要这个非常好用，用你任何是想说任何4个字都可以用这4个字啊。来，准备录屏录好了，来走你，3、2、1。没有录好的朋友，咱们再录一遍好吗？3、2、1，走你啊！行了。然后比如说你点外卖，是不是？你问人外卖小哥说那个过年不容易，还在帮我们送吃的，简直太辛苦您了。然后但是他一直没在，他一直没来，这时候你就问他，您在哪儿呢？对不对？都可以用上啊。所以说，希望各位每天都能逗乐自己了啊，开心的。我先喝口水。说什么世上最美好的祈祷？进烤缸了宝，烤缸了宝是什么东西？烤缸了宝是一个新的词语吗？烤缸了宝，进烤缸了宝是什么？进艺考缸，这还是个结巴呀！艺考，艺考的考缸是吧？我吓我一跳，我说怎么打字还结巴？艺考缸，哦，行，我都进考缸了，那是不是咱们就要祝贺一下了？那我就唱一个吧。烤缸了宝，烤缸了宝是什么东西？然后世上最好的豆腐脑，不是世上最好的祈祷。这首歌已经进考缸了啊，那我唱。世上，它是，我看看啊，世上梗最多的歌，世上最美好的祈祷。它进去之后是什么内容啊？你们能告诉我吗？是什么样一个内容？说。是问题是说大张伟本来长得这么帅气，居然唱歌还唱得这么好。他的哪首歌是更凸显他的帅气？我在说什么？是哪首歌？哦，都进了哦。所以说嘛，那可能是托我们贾玲的福。我们就是因为贾玲特别的了不起，所以才我看一眼，我找一下歌词儿。
世上最美好的祈祷。OK， 我要唱这首歌了。哦，是艺术赏析考试曲目。你说什么是考纲里的？摁错了，等会儿啊，我要唱的是那个，我去超话看一看。好，我待会儿就去。等会儿啊，我摁错了 simple， 我本来要唱那4个字儿，你们已经知道我要唱什么字了。好，我要开始了。各位同学们，我要开始了。我进的是哪个？你们告诉我是哪个呀？初3就直播了，因为我初几啊？初6，对，因为我只能3、4、5直播，因为我6号就要走了，7号就要接着录节目了。然后是什么？考纲了宝是不是？是广东艺考，我进入的广东艺考。那么呢？和世界名曲一起进入了考纲哦，那是真不错。那行，那我要开始了，唱这首世界名曲了。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我可以真正意义上说，我这首歌带来的下面，请大张伟带来的是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不是，是下面，比如说有请我的时候，比如请别的歌手啊或者艺人都会说，下面是有请我们最喜欢的歌手。待会儿到下回我唱歌的时候，主持人会说：“下面请艺术欣赏大张伟的一首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我太酷了，我已经进入了艺术欣赏。好嘞，那就请各位欣赏我这首艺术歌曲《世上最好的、最美好的艺术欣赏》。开始了。等会儿，我先喝口水。我要接着开我的小任务了。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团圆饺子再发一发。999，来走你。艺术欣赏大张伟。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亲热用年少，用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愿你在云漫间听到愿安暖伴着你用心跳，愿你的寂寥有怀抱，有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暮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双调，愿你的愿你在星河边听到愿安
我祈祷，我祈祷，我祈祷。真是好听，不是说我这因为这歌是我自个儿的，真的是好。你知道？谢您嘞。这首歌简直太好听了！哇，怎么会这么好听啊？可以。对，这个我底类也没关啊哈。这个衣服好看也是因为是那个蜜啊送给我的，特别喜欢。蓝天白云，因为他送完我之后，正好我要去录那个云上小店，我特别的想韩哥，因为我去录那个节目的时候，那个你知道，哎呦喂，就是有那种男人之间那种吧，就是想念又不好意思说，然后但是又感觉，但是我当时就琢磨，我跟韩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心中就是说涌起了很多的这个五味杂陈啊，然后那个。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就感觉就是一副啊来了，就感觉啊，但是还是要拥抱，还是感觉哇，那一切经历完了之后，就感觉我们即使不在一起了，其实跟在一起是一样的，就特别的好。其实录云上小店的时候特别开心啊，因为即使韩哥那个没有跟我睡一起，韩哥也不可能跟我睡一起，就是但是我们因为住在那个村里头，其实住的条件呢就相对比较一般。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因为后来我为什么会写那个，我没唱那个歌呢？哇塞，我疯了！我今天一定要唱的歌是《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条件可能也一般，然后因为在一村里头，然后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我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对吧？就是这种，因为我觉得我被很多人爱着，然后有很多时候你会碰见一些感觉啊，你怎么会碰见这样的事？但是你感觉你被安慰的安慰，我被安慰的爱着，我还在怕什么？所以说，其实那段时间，再加上我之前也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我写了一首歌，叫做满怀，不是叫做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然后，口音都出来了啊。徐志，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想听对不对？来，那我们就来唱一首歌了啊。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啦啦啦！哦，对，这首歌你们最开始听的时候，居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唱出来的，是吗？这有什么不会的？不会吗？对，真不会。来，我给你唱一遍，你就会了。来，走你啊！饭吃饱了，哦，下班了，终于瘦了，赖在被窝，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躲着呢。饭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满肩打折，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时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
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乌云散了，汉堡渴了，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向我。来劲了啊！饭吃饱了，好下班了，终于瘦了，赖在被窝，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躲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满肩大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时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云散了，汉堡渴了，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向我，和所有的Thank you。每回唱到这段的时候，我都特别的过瘾，我终于可以唱我想唱的范儿了，我简直太开心了啊！我每回唱这个歌都好高兴啊，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呀，我太开心了。行了，我来跟各位聊天了啊，各位来问我问题吧。我再开一个小目标啊，今天我就都开饺子吧，因为饺子感觉特别的有气氛。好，要聊春晚对不对？春晚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因为它真的不可思议啊。然后现在我要开始说这件事了啊，同学们。然后就是因为我真的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我要说3遍，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因为打头上来说，我就没觉得我会去。然后因为我跟王美那个就是录节目时候瞎闹，但是人家真的特别的，我每次去那儿，那个就是跟人家那个开会的时候，我都跟人说这行吗？就是您真让我来，人家就真的他们就特别好，就是那个剧组的老师们，简直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我为什么他们那么爱我，我不知道。然后但是那个其实我们写完的稿之后，我们是很满意的。你们知道，就是说，因为它最好笑的点就是在于，你知道，就是大家所谓网上吐槽我们那些东西，那全是我们稿里写的，因为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然后各位完成了我们的初稿，然后因为我们的方式就是我说一个特别那个破梗，然后呢我自个儿吐槽我自己，我说这什么破梗，然后呢王冕那边说啊怎么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我说一个破的，让他让他吐我一下，然后我再说一个破的，让他再吐我一下，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不是没按这个方式说成嘛，然后所以就只剩那个破梗了。然后但是也没事啊，就是说是这意思。但是呢，网友朋友们然后帮我们那个吐槽我们那些话呢，就都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于它本身就在我们稿里头，只不过我们没说成啊。然后
因为它这个氛围啊，因为这个它特别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这个250的这个好玩点就是在于我们要故意说那个缺的，然后说完那缺的，旁边那个人就说你这怎么那么缺呀？然后呢，这就是你知道他这个气场就形成了。但是呢，然后可能是啊，但是我首先觉得就是说这件事儿，我们能那个把这个事情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的完成，是我们的特别大的一个荣幸啊。然后呢，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呢，但是后来有一些这样的微词之后呢，我也觉得特别的逗，也挺好玩的，就是在于哎呀。原来是，其实大家跟我们写的是一个稿啊，没有办法。然后后边那个我们那个这一个字过大年，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因为最开始前边是另外一个用词，我们换了很多的用词啊，有很多用词，反正就是然后莫名其妙，然后但是呢，最终用到是这个，我觉得挺代表大家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就想过年的时候，既然要最后说一点什么。不只是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然后胡闹一下，然后别人说你这胡闹什么呢？你这什么破梗？然后我就跟那边说，哎呀，既然你觉得我破，那我就说一更破的，就是，然后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路线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但是那个我们最后还是想替大家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替您出什么气，但是我们只能说替您缓解一些啊，所以说就是总会碰见尴尬的事情，然后。要不就是要不就是这啊，所以就是这两个发音，然后总归演的呢是非常的热闹，导演组对我们太好了，好到真的是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要特别感谢，就是那些亲人们的恒心与勇气，就是他们太有恒心了，而且非常的有勇气，然后。因为我从始至终，我跟王冕是觉得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是非常魔幻的一件事，这是不能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但是它真的发生了。然后我跟王冕是非常非常的努力，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你们也许没看出来，但是因为我这人上台是非常放松的啊，对。但是我只想说，我应该是啊，我录大咖秀、录吐槽、录什么脱口秀、录所有语言类节目，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哇，你不知道我们背稿背到就是因为这些用词但是一切都值得，一切都非常值得，因为我们是气氛组啊，上去就高兴，然后也许没有到达所谓的，我觉得还行啊，也没有，因为我看了，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起码它挺热闹的，因为它就是缺后边那句，你知道吧？它奇怪的点就是在于我后边居然没有人吐槽我。因为我们最开始这个点，所有的点都是我要自己吐槽我自己，这样就能够泄那个劲儿，然后这个感觉就特别的有意思。来，我们来看一遍啊！你们既然让我蕊挨个人，我就蕊一下我自个儿春晚这挨个人。我看一下，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找着这视频了，我要来看我的，我看一眼啊，我现在最大也就这么大了，我看一眼啊。好，走你了，来，走你了，气氛尬王要开始了，来走你，好，多热闹，还想怎么着？为什么金话不公布？上来就赢，太开心了！大家好，对，因为这个最开始这个包袱没拍着啊，因为我们让大家举起双手，因为我不知道拍会什么样，那你不能怪我。然后举起双手，大家举起双手不都会这样吗？然后我们最开始让大家举起双手，因为我们想第一个上来先有一个就是这种破梗先出现，就是举起双手之后呢，我们最后说的是剪刀石头布我们赢，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突然变成这样，我们就赢了，就是特别的，哎，然后但是没有拍出来啊，不重要啊，挺好的，来。我们接着来看啊，我是大张伟，大家好，我是王冕。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春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我们就是春晚的气氛大王。哈哈，为什么？大老师，您感觉在春晚上做什么事儿最有气氛呢？那当然是拜年了，新的一年祝您了虎虎生威，吃嘛嘛香。
哎，为什么虎年？大家听见了吗？还有一个底下有一位少女特别好，给我们喊了个好，因为这儿不需要好。一年祝您了虎虎生威，吃嘛嘛香。哎，为什么虎年拜年要用天津话呢？哎，老虎的英文怎么说？老虎 tiger。对了 ，tiger， 天津人都怎么聊天？您太哏儿了。您太哏儿了。你知道这个笑话的后边紧接着就是我在说我自己，我说这是嗨，没事儿，咱们接着看啊。既然大家这么喜欢，你看我这个表情那咱们就再来，我用我的表演已经说出那句话，大家可以注意看我这个表情。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我这个表情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之前那个台词儿，你们要心领神会好吗？谢谢各位，来走你啊，那咱们就再来一个更有气氛哎，的。行，王明，我问你啊，一年365天，第几天最长？第几天呢？第9天，因为第9天长。哇，太哏了！哇，好幽默，好幽默。好了，大老师，我还得自个儿补自个儿幽默还行不。要再闹了，你好歹也是个歌手。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其实我们两个呀，准备了好多关于虎的歌，嗯要好好的唱给大家听。你看看，是的，关于虎的歌曲其实不只有2只老虎，还有很多温柔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追忆曾经。因为我们前面续了一堆那个就是特别250的这个笑话，特别这种破梗，然后但是因为时长的问题，所以直接就跳到这儿了啊，略显生硬，但是非常的吉祥啊，就应该这样啊，因为我到了虎年了啊，那些四虎年华。四虎年华啊，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少年时会洗的痛。我刚才说呀，我要好好唱歌，我旁边瞎唬什么呢？我这是。咱俩不是合作吗？你是谁呀？我这么优秀，我要 solo，我好喜欢说这句台词儿，我这么优秀，我要 solo，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我预想中这一段会大合唱的，结果因为大家戴口罩，可能唱起来不方便啊，然后结果就变成了我的独唱啊。你的好，忘不了你的醉人的缠绵，也忘不了你的誓言。因为那个虎字连唱，我们真的准备了好多关于虎的歌，什么那个，什么心中有个故事，什么声音一直在呼喊，然后呼外婆家的澎湖湾，然后又就是一堆的，然后因为这个效果就是要这样才能出来，但是无所谓了，这样也挺好玩的。什么事儿啊？大家可以知道，这是我跟王冕的每回合作都会有一个套路，就是前边先有一些胡闹跟这些无厘头，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黑的追光里头，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就是这种话外音特别感动中说一些特别无聊的话，然后呢，这个方式是因为咱们这个台现在它不能那么暗，所以但是这个套路是我们常用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风头都被他抢走了？我现在就好像是一个站在台上的观众，啊，我还有什么？你还有我呀！谁？是你吗？小鸡。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这种类似到这个环节的段子的时候，都会是我自己配音的那个小来劲，但是这回是王冕自己，他这个小吉的师傅应该是小来劲啊，因为小吉师承小来劲，然后呢也是开始就是这样自个儿配音了啊。鸡，是我呀，小鸡，王冕，小鸡，王冕，快把我递给大张伟。哎呀，小鸡过年好啊！你这什么这？啊，我一过年就只会说这一个字，哪个字？这一个字，你说哪个字？这一个字，哎，咱俩一唱就明白了。那行，我们就来一首。这一段我不骗大家，我们背了差不多90多遍，最起码有90遍，就是这一段，这是什么呀？啊，叫做这一个字过大年。这一个字过大年，过年亲戚们聚一起，你的表弟孩子上了1年级，
你妈妈忽然问了你一句：“你什么时候结婚呢？”大家看向你，你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一模一样演的。这一个自过大年，春天老同学聚一起，10几年没见了，真的好开心。忽然眼睛对视到一起，兄弟，我还记得你，你是都在酒里。这一个自过大年，起来！什么时候要孩子？这出门也不穿秋裤，这怎么吃的这么胖？就会跟那儿玩手机，这一个自过大年。这段的立意还有内容还是非常的，就是王冕脱口秀这种路子的，对对对。然后他但是这已经是能做到的最大的极限了，好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理解。太哏了，太哏了！这一个字过大年这歌绝对火了，哎呦真的是，你以后继续唱，继续唱。嘴拌了一下还行。那我也不能一过年回家就只会这一个字啊！我也想春风10万里。哎呦，其实不如意又怎样？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会逗乐我们自己。我对我自个儿这一块是最不满意的。说我怎么能说这么快？是不如意又怎样？不如意要怎么样？不如意要怎么样？我练的时候每一回这块都说的特别的动人，因为最后一段我们要让大家觉得欣欣向荣了啊，要非常的正义了啊。自己，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笑着歌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气氛大王。噔梆，我们都要做自己的气氛大王，无论何时都要笑着歌唱。即使不如意也不会太漫长，再长也没有地久天长。我们都要做自己。好笑吗？就是这一块，我真的我看回看的时候，我这块快乐死我了。就是因为我这是一 call back， 然后呢，即使没 call back 成功，居然迎来了尖叫。为什么？做自己的气氛，不会太漫长，再长也没有地久天长。我们都要做自己，居然赢得了尖叫啊！所有欢乐给家人分享。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最捧场，真挚的对你讲。王冕，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怎么又来了？这一个字过。好的，大家真的是音乐脱口秀啊！脱口秀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表演可能是我们最开始是8分快9分钟，现在是6分多钟。然后呢，音乐基本占了5分多钟啊。然后那个包罗万象，最后一段还有交响乐啊。最后一段这个气氛大王的伴奏呢，其实是来自于好事要发生啊。所以说气氛大王好事要发生，双重的美好的意愿，然后就出现在这个最后的演出之中了。开心的，一定要做自己的气氛大王。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每天都可以过得太哏了哦！大家可以看见我这个泵没有？因为我前面你知道我们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有很多次的这个来回来去的商榷啊，然后终于定了，然后呢，我们记熟了，背了太多遍了啊，然后呢，所以最后我演完了之后，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已经高兴的蹦起来了，因为我前面的词儿都记住了，我居然没有说错，简直太棒了。对你讲，又来了。高兴的我蹦起来了，因为很多修改真的很临时。气氛大王。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每天都可以过得太哏了。你看到没有？那个这位朋友，不管是演什么东西，他都要蹦一下，他一定要蹦起来啊！祝你天天天太哏了！都要笑着歌唱。我要做自己的气氛大王，万物晴朗。
虎年吉祥，虎年太嗝了，耶！哇，谢谢。气氛多好啊！你知道下来的时候，沙溢老师跟我说：“你们这演的也气氛太好了。”然后我以为，你知道我可开心啊！因为首先我们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我不敢说我是出色的啊，但是起码我跟王冕还有我们对于导演组，还有我真的很多人为这个节目付出了特别多的坚韧的努力，我觉得我真的是受之有愧。然后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真的很喜欢我，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演了，然后所以演完之后我们觉得好骄傲，我特别高兴，好开心。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气氛了，因为其实春晚上演出，因为我之前是唱歌去的，其实第一次也是倍儿爽，也是高兴，气氛好啊。第二次这个也是，你要说它是脱口秀呢，它也不是脱口秀；你要说它是音乐，它也不是什么音乐，它就是一个热闹啊。然后呢，把过节的事儿说一说，唱一唱，聊聊天，蹦一蹦，然后就挺好玩的。我觉得因为我最开始看见大家有那样的反应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在于大家完整了我们的稿，就是您说的那些点，全是我们以前稿里写的啊。都挺好的，因为这样演完了之后，他就特别纯粹的热闹，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为我自个儿而干，我摁错了。你知道多么你知道这些碎的音乐当时是多么紧张，每一个一定要放对这件事儿，我真的很不容易。我再来一遍。哎，好。我已经过了这个10点8分了啊！哎，我刚才回看，是我跟我在春晚上上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哇，神了！好，我要跟我 DM48 连麦了啊！来 ，DM48，来，有请我的 DM48，走你。DM48，欢迎你哦 ！Hello， 能听见吗？能听见。等一下啊，我声音大吗？你大，你特别大。等会儿啊，你就是每回都特别大。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把我声大点。好了，我已经声跟你一边大了。Hello， 过年好。Hello， 过年好，拜年了。太嗝了啊！好嘞，谢谢您了啊。哎，对，嚯。这给自个儿还打一个梦露的光是为什么呀？没有。哇，感觉这么蒙太奇是怎么回事啊？蒙的雷是啊，歪的滤镜非常的是不是啊？行，没事儿，就说明您这个跟仙人一样，您是个仙女啊。这不是因为喜欢你才变成这样的吗？是不是？谢谢您，我现在都喜欢我，我真的，我现在觉得我有一种，我现在真的，我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至于吧？谁能不喜欢你呢？你说的及时啊，谢谢您了啊。您这个过年有都跟家里头玩什么了？进行一些传统的，我可以说吗？打牌。打牌当然好了。是那个扑克还是麻将啊？扑克，不会麻将。哦，哎，那你都打什么扑克啊？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最简单的是什么？你最简单的是什么？跑得快。跑得快啊？跑得快是什么呀？是不是？这么说吗？可以啊。是不是？什么叫跑得快？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抽完牌开始跑，看谁跑得快是吗？然后就会往外跑，说我抽到牌了哦，跑，一直跑，说你追不上我哦。然后跑得快是不是就是把这个牌倒过来，每个人抽一张，是吗？不是，就是跟斗地主差不多。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谁先把手里的牌对出完了，就叫跑得快，就完了嘛，是不是？对。那挺好的呀。然后那个我也喜欢玩，然后我喜欢玩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就是这个了。哎，我都忘了。叫什么？反正就是也不是我们发明的，就是我们听说的一种玩的方式，但是这具体叫什么名儿我忘了。
就是说它跟就是用纸牌可以结合麻将，加跑得快，加说瞎话，加那个凑对儿，就是它是结合了好几种纸牌跟麻将的游戏，变成了一个纸牌游戏。我之前一直想推出一个 APP，就是这个游戏啊，但是啊算了，无所谓，就是还挺好玩的。你会玩 Uno 吗？我上次听你说去那个 APP 玩了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对，因为那个有反转牌，还有什么乌龟牌，就是还有好多那种综艺项目啊，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你自己玩的好像就是规则更复杂，会更好玩。对，你知道我们以前玩牌的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个聚集地，我买了一堆道具，什么那种就是那种小滑梯，上面有个钢珠，然后那小滑梯滑下来之后呢，它能够。然后它就这么转，然后它会随机转到一个盒里头。然后我买了几个不同颜色的盒，然后不同颜色的盒就抽不同牌的Uno，然后就是中间有好多道具，然后特别的无聊，然后弄的就是说我们一局要玩差不多40多分钟，就是最后都玩晕了，也不知道谁赢，但是中间道具特别多，但是还挺好玩的，对，智勇大冲关啊。我以前还自个儿画过一副牌呢，那很好呀。什么叫你这个回答真的是太哏了啊？什么没有，不然说什么啊？我说我还画过，哎，你说，你说比如说我说我还画过一副牌呢，你说啊那很好啊，那这是，那差不多得了啊，那谢谢你。有机会给大咪见见吗？那个牌已经早就没了啊，你不知道扔哪儿了。对呀。你看看这天聊的真的好棒。然后那有机会见一见吗？我说早就没了。你说对呀，就是也是。然后因为玩牌玩多了，我问你抓的是什么？你说对啊，对呀。然后那你新年吃什么好吃的了吗？您是哪儿人呀？我是南京的。南京好吃，我喜欢吃南京的。你说几个吧，我全忘了啊，我好久没去了。盐水鸭吗？盐水鸭。我发现我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真诚了。刚才你说你是南京的之后，我马上说我好喜欢南京的吃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我刚才只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跟谁学的这一套？怎么回事啊？我很喜欢但是当然我确实很喜欢吃南京的吃的，比如说那狮子头是不是南京的？是，是不是？算是。说是就是啊，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豆腐，是不是有个什么豆腐？就是那个还有什么鸭子也是南京的。鸭子，对不对？特别多鸭子，对不对？然后南京还有一烤串特别有名，叫什么南？烤串，就是你是南京人，你应该知道，因为南京人，我之前在江苏卫视录过好长时间节目，他们那儿编导老师都管我叫大张伟啊，我叫伟，是不是要吃烤串啊？然后我说你每天都吃烤串啊？然后就是老跟我这样，我说那可不就吃烤串吗？啊，大张伟啊，然后那我后来那个就在那儿吃那个烤串啊，然后就挺爱吃烤，还有什么？南京还有什么？你介绍我一下。我准备有机会去的时候。南京其实吃的最著名的就是好多鸭子的吃法。就是各种鸭子，烤鸭、盐水鸭，然后鸭血粉丝汤，脚巴鸭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南京过节有什么？你们家有什么习俗吗？我们家有什么习俗？比如我觉得就是那种，我觉得有一。你看这句话永远有，这句话就说不上了，对不对？我们要谦让，让对方说好吗？来，你说吧，你说吧，有什么习俗？你说，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菜。说了啊，已经说了啊，说了，说，你再说啊，你说，就是北方不是喜欢吃饺子嘛，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菜，就是把各种素菜炒了之后混在一起，算一个凉菜，是一个每年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反正听完之后呢，
我也没非常觉得想吃这一定有多好吃，就是它是个凉菜是吗？对我也不爱吃，但是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就是说家里有人爱吃吗？有老人有爱吃。哦，他就是吃惯了，对不对？对，这真是哎，就跟我今天吃这叫什么来，炸灌肠似的。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我妈、我爸、包括我们谁也不知道灌肠是怎么做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它也没有味儿。然后呢，今天我一吃，我就感觉特别的好吃。然后呢，但是你深琢磨，它特别的不也没什么好吃的，它就是个那破了吧唧的面还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蘸点蒜汤就吃了。然后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吃习惯了啊，不错。对，去北京还吃过这个灌肠，挺灌肠好吃的。真的吗？你还觉得对哦，那不错啊，美食同路人啊。哎，那你来北京还吃了什么？你觉得你以为你不会爱吃，但是其实你觉得我一吃还行哎。我觉得那个爆肚是这个吧？对，北京这个交通是这样的，都是爆肚。然后那个因为像那个你吃的那叫什么？就是那个是火锅的那种爆肚吗？就是蘸麻酱就是焯一下，然后放麻酱的那种。哦，就是那个啊。那个反正你肯定爱吃，我吃不了。你不喜欢吃麻酱吗？我爱吃麻酱啊，但是我不爱吃那个爆肚啊，我吃不了。哦。我事儿特别多，哎呀，我每回就是都觉得自个儿怎么那么多事儿，就是因为我不吃内脏，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但是除了炒肝，我基本上所有内脏都不吃，但是除了炒肝，我就吃。哎，你吃过炒肝吗？好吃。吃过，好吃。真的吗？谢谢您捧场。不是捧场，我真的去北京特意去吃的。哦，好吃。哦，那还行，因为爱吃大肠的人都应该爱吃炒肝，还行。好吃。行，那这个您今天跟我连麦，准备有什么新年的寄语要送给我吗？新年的寄语，哇，突然被考住了。没有也行，不是。可以，因为我这个人说话，你现在被练得非常刁钻，你知道吧？现在我是大刁钻，特别的刁钻。我刚才说那个寄语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准备要跟我聊的嘛？我就是用一种非常高情商，哇，就是用特别高的情商在掩饰这种尴尬啊。然后就是有什么就是要，因为不是蜜们都会连麦的时候准备一些是吧？你没有准备对不对？你就是特立独行，你就是不想，你有吗？我有。你有是吧？那行。之前想跟你聊春晚的，但是感觉好像聊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你可以再接着问啊，你可以再接着问一些，我能回答的我就一定回答，不能回答的话我就跟你含笑，好吗？就是大咪们很想知道，就是春晚的可能之前的稿有可能会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身不是说对，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它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它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好笑就在于我要故意去说那个破的，然后别人来吐槽我，然后呢，这样才能或者我自己吐我自己，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事儿给变成一个合理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能说的现在这些，我觉得也还行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笑的，就是在于因为有好多人觉得和你家里人一块看的时候，说尬到地板都已经那个，因为我没有明白他的点在哪儿，是因为大家想看春晚的时候都想看那种传统的这种相声小品是吧？他没有想到两个人出来之后气氛大王，然后就说了一个地久天长，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什么呀？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有一种很突兀的美感？有一种吗？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你看春晚的时候跟一堆长辈在一起看，然后就会显得好像真的就是所以我就说他真的很勇敢，就是说我觉得也特别的勇敢，我为这份勇气真的所以说我跟王冕就是特别特别感激，而且我们非常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是会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因为他就是会这样，他没有办法。然后你看的时候，是不是旁边的家长会什么看你一眼，说这是什么呀？
但是你不觉得他就是因为这个点，所以他真的很好笑吗？就是他已经不是说我们在演一个笑话，就是你现在在经历这个笑话，就是我们在演笑话的时候，你本身就在经历这个笑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5D 的笑话，你知道吗？就是多维立体，就是完全是那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们在台上是一种这是什么呀？然后你在家里怎么隔着这么远，你也会觉得这是什么呀？就是一种这种好笑，哎呀，没有人理解，对不对？他真的很幽默。算了，然后呢，就是你从哪儿就觉得那个他还行了，就是从结束的那一秒吗？小吉还行了，小吉，从小终于吉开始。说结束的时候还行啊，不错，因为拍观众了啊。然后从小吉时候还行啊，因为它有内容了，对不对？前面都是那个联欢会啊，但是你不觉得它非常像一个联欢会吗？它就特别像，如果对不对？就是很热闹，它就是因为人家让我们演的就是要演联欢会，就是大家在那儿坐一桌，他可能是因为这个。怎么看上去这个舞台怎么样？其实你说如果是坐一桌的话，然后我们跟一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那儿瞎聊瞎逗，然后就讲这些，其实是好玩的啊。然后但是可能哎呀，就是反正无所谓了。然后是不是这一个字过大年？然后你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是不是心里都在觉得然后，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他的好笑就在这儿，对，他就是特别的3维立体啊。然后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啊？问题，来看一下，我有一个小稿，谢谢您了啊。对，其实演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都把这一个字的过大年给用上了。特别是我看到有一个街坊说，就是他第2天再去拜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亲戚问了，就是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然后他还没有说，他爸爸直接反应过来就开始然后俩人这个一对是这一个字过大年哇！你看看化解了世间所有的尴尬哇，功德无量，谢谢我们自己哇，好棒，就是这意思，对啊。就是开心呐，有什么事儿，对不对？就是给跟自个儿开心就得了啊。对了，之前说那个2月14号会发新专辑，还有谁说的？是我说的是吗？对，别老相信我说过的话。我前一阵实在是那个太紧张的排练了啊，你都不知道我们排练有多么的紧张。然后就是那真是我没有我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好紧张，就是他的紧张是在于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但是你就特别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张。然后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光荣的那个责任，要去把它好好完成。然后所以我对，我写了好几首歌，然后我就是这段期间我就有了很多的这个想法，就是在我备台的这一段时间吧，半个月吧，对，然后。有了很多想法，然后到时候各位能听见了。我14号可能来不及了，因为他们现在说是什么，说人家刚上班什么，因为咱们正好赶上那个，反正我3月份能出啊。咱们那个逆歌那个歌是可以出了，那歌我已经做完了，就是北京南站那个。对，我可以给你们听一下，因为反正前一段真的吗？前一半反正我也唱过了，但是说因为我们做的是那个发行版。就是说还没发行版，我就是特意给我们 DM48 听一下，因为我们 DM48 对我这么好啊，谢谢您了啊，各位 DM48 们。现在我们来听逆歌的正式发行版的前边啊，北京南站。好，等一下。好嘞，噔噔噔。这前边我还特意截了之前咱们演出的一段话，但是我现在放给你们是不是就不惊喜了？等会儿我先问一下，
因为这个少女的心思呢，咱们老是猜不明白。你们现在是想最终听的时候有个惊喜，还是说现在我就放给你，我就告诉你这个惊喜是什么？因为前面就有咱们之前一块说过的话。你看，有人说不要，那就算了，先不要放，留着惊喜。好嘞，行，这么着要惊喜对不对？我就知道，哎，我真的，我现在很懂少女的心。然后这样，那我就从唱开始，前奏我就先不放了。然后那个，对，因为前奏有一个惊喜，是我们一块说过的话啊，究竟是哪句，你们听才知道。然后我现在我就放那个咱们以前你们听过那段，现在是正式发行版了啊，走你。我们的泥湖就像北京南站，巴不得在里边天天乱转。哎呀耶，哎呀耶，也没什么区别是吧？我们的泥湖就像四川酒馆，恨不得大半夜声声呼喊。哎呀耶，哎呀耶。好，后边都是新的了啊，后边就是我都是把后边变成了你们没听过的那个段落，而且后边这段歌词特别缺心眼儿，然后特别缺心眼儿，然后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段词儿写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是大家挺期待北京那个这首歌的副歌的歌词，就从哎呀耶，然后就我接下来写这段歌词写的特别的好，然后就是你绝对能给气乐了。就是你看这歌词儿，就是你说这是什么破玩意儿？然后但是我写的特别的，你们肯定会非常喜欢的。然后我写这段，你知道我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我一边唱一边乐，然后我一边写自个儿一边乐，就是他写的实在是超级的顺口，然后呢，但是又特别的窝心，就是他又特别的美好，然后但是同时他又特别缺心眼儿，然后就是特别的，我写完这个歌词感到骄傲，特别的骄傲，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人会写出这种歌词的。行，特别靠谱。到时候你们这首歌有很多惊喜，一个是一进来就有我们集体说的一段特别感动的话，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缺心眼的副歌啊，然后但是到高潮部分又非常的顺口可爱啊，所以这是首好歌啊，马上3月份就要发行了，希望各位能喜欢。哎，如果我是38这个女神节，对不对？3月8号发行，你们觉得合适吗？还是说不想那样？人家说，比如说不是很多商家都是这个做这个范儿，比如3月8号是所谓，然后3月7号是少女节，什么是这种是吧？是有这说法吗？有，是有这个说法，对不对？然后3月7号，那就是3月7号，对不对？那行。3月7号也可以，反正就是3月份嘛，女生节也可以，因为毕竟这首歌是真的献给大家每一个店铺之类的。3月7号，要不还是3月8号？也不要哈，反正到时候再说吧。有人说315，就315也可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感情这么真挚，是不是？那天打假啊，谁是假的，那天就知道了。然后不支持我这首歌，就是假感情啊。行了，我就3月份肯定发了啊，反正我3月份一定发了啊，期待。然后行嘞，我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做完了，然后那首歌写的太好了，我现在你发现没有？最近我老自个儿夸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我是不是最近要这应该多夸自己？对，因为最近发生了太多，就是这半个月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后那个，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自信心爆棚啊，然后我还写了另外一首歌，那首歌。也不错。那首歌，怎么说呢？就算是挤得了所有人。就是那首歌就是我以前老自哀偶尔伤心的时候会自哀自怜嘛，对吧？然后我不会挤得用歌去说人，然后但是那首歌我写了一首歌，哇，我挤得了好多人，我太开心了啊！行嘞，然后那个，您还有什么要跟我长谈的？还有一个，您说，就是帮一个蜜带一个话，就是有一些蜜就是给你录了一些想对你说的话，然后想问你，就是发你邮箱了，看你有没有看见，或者超话也有，是吗？
行，叫什么名啊？圈我想想，你再发我一遍呗，我看看啊。你等会儿去超话看，我们把它顶上来好不好？没事，都行，我看一眼，什么哪个邮箱啊？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我看一眼啊，网易那个是不是？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啊，是新浪的呀？哦，我不确定。所以说嘛，这样的，这是我们集体为你准备的小惊喜，是一个希望能够在你焦虑跟睡不着觉时候让你闹心的音频，不是让你安心的音频，有我们在这儿呢。虎年现在谢谢啊！那我现在听吧，来，我现在下啊，听听有多么的感人啊！来，开始了。好，我要放了啊。张伟，你知道吗？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是你，在舞台后默默创造音乐的也是你。默默创造，你又误会我了。大宝贝更是你。大宝贝啊！你和张伟的世界就是一个爱与温暖无限放大的世界。为什么后边要配一个桑拿音乐？没想到，就是我总有一种你是小说里男一号的错觉，因为像你这样又天才又帅气又叛逆又好玩的人，我原以为是只可能存在于虚拟世界里的。讲真啊，你是我在现实世界里发现的唯一一个这么独特的存在。首先，讲真这两个字儿，用这个平时说出来，确实是我也是接受不了。这是讲真，不是网络语言，说出来也是可以啊，没事。感动呢，瞎开什么玩笑？怎么回事？我现在就预感到你将来肯定会被载入史册。几百年后，我的重从你将在他的历史书里读到，大张伟是21世纪唯一一个竟然不但既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于一身，更拥有无人能及的音乐天赋的一位才华健与迷人眼的德高望重的伟大艺术家，这还让不让别人活了？他快乐的音乐如今仍被人广为传唱，他生来属于舞台，而掌声生来属于他。可以。可爱的大张伟小朋友，你好呀！很幸运可以遇见你，机智温柔、才华横溢的大男孩，值得被更多人喜爱。你好好发光，我努力跟。说值得被更多人喜爱，我想跟 DM48说一遍，我不用再被更多人喜爱了，谢谢嘛，谢谢各位了，各位有各位爱着我，我已经特别开心了啊！更多人太吓人啊！对。会好好努力，有一天去见你，蜜们会一直陪伴你的，棒棒哒！哎，得嘞。众里寻他千百度，张伟真的非常酷。曾经沧海难为水，谁能不爱大张伟？哎，人生若只如初见，张伟大秘一线牵。行。是你教会了我勇敢追梦。张伟在我心里只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存在。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话，为什么这么着说呀？哎呀，张伟那个别让别人听见。然后等我听听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他妹妹会和张伟一起发光的。嘿，张伟，听说跟你多说说话，就可以学会写诗哦。哦。因为言多必失。听说你睡不好觉，可以。行，加入气氛大王吧，气氛大王啊，谢谢。因为我每次一冷就打哈欠犯困。听好喽，第一个，你知道魔法学校拍大合影的时候，谁笑得最灿烂吗？谁呀？是哈利波特。为什么呀？因为哈利路亚，噔噔噔噔噔，哈利路亚。第二个还可以，咱们再等等啊，应该还有啊。我会变成什么吗？我会变成彩虹，因为阳光正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烂梗讲完了，祝你天天开心，新年快乐！行，加油啊！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年希望你能找到对的朋友啊。老师的第一年，以后我还会一直在的，大蜜们也会一直在呀。希望你可以跟爱的人共度时光，我们都是你回头对你微笑的人呢。谢谢您了。我在17岁那年就喜欢上你了，拉脸。转眼间我也成年了，就想起你那首歌。Hello， 你好，我的17岁，你给我一大窝的烦恼和我作对。嚯，这嘴！但我有大蜜和张伟，你给我满怀的温暖和安慰。大张伟，嚯！等会儿啊，这怎么那么像大张伟？这得加点混响。可以把小吉叫出来了，来，我们听听，这是大张伟。
是怎么要给大张伟说什么话呀？这位，我睡不着，我睡不着。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钟，B 站给我推送了一大堆你的视频，请停止散发魅力好吗？或者说，你有办法为我们脱落的头发负责吗？实在没办法的话，一起下象棋可能会容易入睡。张伟，我们掉的每一根头发都是在 B 站为了看你而熬的夜，所以你得对我们负责啊！不会从这儿开始全是聊头发这事儿吧？最后是个脱发广告。等会儿啊。那么我要求你啦，你就好好睡觉吧。我谢谢您了啊。你的头发也要掉啦。嗨，张磊，我喜欢你哦，谢谢您。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我醒过来以后呀，就会把我的梦就记进备忘录里面。现在我的备忘录已经列了1000字长文了。哎呦喂！因为您说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看一眼啊，我这个是不是好长好长？就真的感谢了啊！我知道各位都是这个这么好，我看一眼啊，刚才才3分钟，现在是还有一半我没听呢，我待会儿好好听啊，一共9分钟，太棒了。然后我要把这段都听完，而且这个特别的适合这个就是这叫什么按摩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个钟？我简直太棒了！谢谢各位蜜，谢谢各位蜜，谢谢各位蜜啊，谢谢各位蜜，感谢各位对我的爱啊，而且都是这么语重心长，这真的是。然后谢谢大家，这里的哪个是你啊？我没有，我错过了。说的像这个动作是怎么回事？下意识说的像一件坏事没有，他长脸干嘛？没有，对不对？它就是一件充满爱的事情，它是一件充满爱的事情。谢谢大家，谢谢您了啊！然后新年呢，反正就是咱们一起那个，对吧？这个阳光彩虹啊！然后我相信，只要是我们自个儿开心啊，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啊！好了，行了，那也谢谢您了。然后过年好了，行嘞，好得嘞。拜拜了您嘞，拜拜。谢谢我们这么多。哎，我现在不取消连麦的话，你就会一直要做这些表情啊。好嘞，走你。有一个人要让我一直保护嗓子，我嗓子怎么了？是你们听见什么了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那个真的很感谢，因为上回我记得那一次有一个活动里头连麦，也是有一位蜜自个儿还做了一堆我2021年的这个节目里头说的一些好玩的话的一个集锦，或者是怎么样，就大家总是会那个把这些千言万语剪辑出来，或者把自己的那种对我的这个这么，哎呀，我真的我受之有愧，我真的。所以说胖才对，因为受之有愧嘛，对不对？不要再说这些破梗了。然后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感觉大家对我的爱特别的多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感谢。反正为了你们的爱，是不是？我也得接着。哎呀，我努力，还努什么呢？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还行啊。好，那么我要干什么？谢谢您了啊，当之有愧啊。哎呦喂，然后果汁儿，我努力啊，当然要努力啊，每天都能更好。好，我要接着创新呐，我创什么新呐？我呀，这差不多得了，就是因为走的太着急啊，应该歇会儿了，不要太创新啊。我看一眼，好好写歌，对我真的要好好写歌，而且我要跟各位说。就是我发完我们那个北京南站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逆歌这个之后，我接下来连着发的几首歌全是这个，就是相对比较那个所谓摇滚乐的歌啊。然后到时候各位期待一下，它会非常的不主流。然后我的计划就是发个差不多4首5首，就是这种特别来劲的摇滚歌之后呢，我就瞬间再往回写这种可爱无敌的歌。因为现在我比较能胜任这种歌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我该写点
自个儿过瘾的歌，因为有让自个儿高兴的歌，有让自个儿过瘾的歌，有让自己那个原谅自己的歌，所以说就是不同啊，都是不同。什么时候出实体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事儿，因为我们真的很天天就在祝希望祈祷疫情能够赶紧结束，因为咱们那个2020是件更美好的事儿吧？哎，专辑呢？然后那签售还没签呢，我现在都15首歌了，还有快16首歌了，然后都发了，然后专辑还没出呢，我也该出个新专辑了，但是我这张专辑歌还没红呢，我看一眼啊。我现在非常的不开心，就是在于，难道我最红的歌是这一个字过大年吗？就是我这2年，我不能，我看一眼，我看我2022年哪首歌红了？2020年，就一般啊，对。我现在因为我每回出专辑，我就有一个洁癖，就是因为我处女座。就是我老觉得这张专辑里必须得有一首歌是红的，所以我才要用这张专辑去纪念这首歌，或者用这首歌来代表这张专辑啊。撒花是上一张的，因为撒花那张已经有红的歌了。撒花那张红的歌是什么来的？都忘了。2019演唱会，嗨，无所谓了，反正就是。爱怎么着吧，差不多了，是不是？祈祷超级红，就还行，也是。因为现在特别红一个歌，他们老跟我说叫一什么歌，上回齐薇还唱来的，叫什么歌？什么歌来的？他们老跟我说那个歌特别红，然后我听见这个，什么歌？就别人唱过这首歌啊，然后。反正就是什么来的？不是齐薇唱的，上回他在就对，反正就是那个好像，然后就是告诉我特别红，但是我没听过这歌，然后那个所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我一定要把那歌放在我的这张，就是说即将要出这张专辑里头当主打也行吧，都行。然后因为我后边的歌跟前面这些歌区别非常大。我新写的这些歌区别真的很大。好，反正到时候该有的总会有的，同学们来，我们要唱歌了。我也要开始唱歌了。对，我的麦还没出，声还没弄呢。好，等会儿我要把我的耳机声开的对。喂，嘿，啦啦，小吉来了啊！小吉不是这个是大吉啊，对，万事大吉啊。DM48，有人说要唱 DM48啊。致敬勇士那首歌我没法唱，因为那个是一个大合唱的歌啊。这世界那么多人，那歌挺好听的。然后我到时候学啊，我还是没学会，因为最近啊实在是脑子不够使啊。阳光彩虹小白鸟，登高，我得忘了啊，因为那个歌我真的只是当时演了一下，然后之前学了一下啊，真的有点忘，我得今天好好我得负责，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对我的每一个。好，我先给各位唱一个《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的木吉他版。饭吃饱了，下班了，终于瘦了，赖在被窝，
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躲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晚点打折，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无涯回头是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我也散了，汉堡可乐，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向我，和所有的哦，12首风格那个，对，那个因为我直播好几天呢，我得让你们每天都有期待，所以说明天我来唱那个12首风格，因为当时演出的时候只是让我唱了9首嘛，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这个，因为时间的限制啊，反正都会有，然后所以说当时我编了12种风格，然后后来让演的是9首，9个风格，果汁儿，明天给你们演那9首的跟12首的。明天好忙，明天还行啊。我也没答应什么明天的事儿吧？你们帮我传传，我答应什么明天再给你们了。你们有人说我最近你是不是发现我的演出时长变长了？我以前只能唱人家只让我唱2分钟，然后现在都让我唱整首了。就是说咱们哥们儿开运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都特别的给面啊，特别谢谢各个导演朵，他们如此的爱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会努力的，他们是如此的爱我，耶！明天唱登高，明天唱12种风格本来编的那种，对我给您唱，对不对？3天呢啊，我歌也多，因为咱们架不住，咱们就招人喜欢。然后那个，我现在不好意思说这个。然后好，我们现在要为了看一下我是不是到底招不招人喜欢，我现在要开始发小白马了啊！我看看有人喜欢我吗？我要看666，10分钟。今年了，祝您了666，好，这。还要听什么歌？来，我要给你们唱了啊！我看一眼啊，那些都不是我。有很多的人都在说那些不是我，还是行。那我给您唱，那些都不是我。您就仗着您喜欢我，让我唱歌好不好？对不对？来，那我就开始了。来，挠你。就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股热涌了眼睛。等会儿。
因为我唱的时候，当我一抬头，发现我这边头发是这么开开，就感觉这不是徐志胜老师吗？啊，所以我稍微好，就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股热涌红了眼睛，就这么突然被那些跑了眼流言源不停。我都忘了词儿了，等会儿啊，我查一下。我一般都记不住自个儿歌词儿啊。那些都不是我，那些都不是我。好，那都不是我，来，赶紧。就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股热涌红了眼睛。就这么突然随那些跑了音，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我以为你烦是治不了的病，较劲的自我不愿醒。等一下，我这边听这声怎么那么奇怪？哇塞，什么事儿？哦，我说呢，我没开 DI， 刚才一直是这个事儿。哦，没辙，我刚才一直没开 DI。哦，怎么回事？算了，无所谓了，我再来一遍。好。就这么突然被那些刺了心，一股热涌红了眼睛。就这么突然随那些跑了音，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我以为你烦是治不了的病，较劲的自我不愿醒，绝不能服软，既然刚这声不在意，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那些都不是我要伤害的，那些都不是我，都不是我。可是我怎么能不去想呢？那些都是我。好，可以吧？还要听什么歌？最后就是我们的晚安曲了。唱完这首歌之后，我就明天再跟各位见面了啊。对，加减乘除我也会唱的。好，加减乘除吧，加减乘除。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啊，我们的歌那个节目应该这2天就播了吧。然后也唱的是加减乘除，明天播哈。行。我可以真诚却忘了付出，你可以给予却忘了宽容。我等会儿我把好，会了。我可以真诚却忘了付出，你可以给予却忘了宽容。推开窗，一起等待着日出。融化冰冷，只剩莫名感动。我们的故事中，像是道算术唯独。我加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处相处。
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乘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这一个字过大年，还是没逃过去吧？怎么老有一个人让我保护嗓子？怎么了？他是键盘卡了吗？为什么一直在说这句话？我嗓子有什么问题啊？非常的好啊！保护我嗓子，怎么那么喜欢保护嗓子？对呀、啊，天使般的嗓音 ，angel， 嗓子英文怎么说？哎，哇塞，2万块钱英文白花了，完了，垮了。等会儿啊，我来查一下嗓子的英文怎么说。金嗓子、golden嗓子，等会儿，这个好，嗓子 throat 是不是 throat？ throat 哦对嘛 ，throat 穿过是 through， 然后 throat 揍他对不对？发嗓子一定要揍他 throat 对。我当时想说什么 golden throat 这怎么回事？金嗓子 golden throat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什么？我的嗓子很好 ，my throat is very well. Never be better. OK. Take care my voice. 声音是 voice， 嗓子是帽了吧，对不对？傻帽了吧？人家说的是嗓子，你说这 voice 是声音，然后我们说的是嗓子，人说保护好嗓子。刚才那较劲那人，我们叫 throat 啊，对。看他不服，我 throat。Pretty voice. Angel throat. 好的，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对，我们这个新的环节叫做每日一单词，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学这种完全没有，就是说，哎，你看那个惊悚那个词儿，我也老不会念 thrill。THIRRL 那个 R 就是那个就是惊悚片那个 thrill， 我不知道怎么念，反正我永远念不对那个词儿啊。对，就是这个杰克逊那张专辑还是那个，这个我永远念不对这个字儿啊。我们来现在学一下，不会就学，对不对？例如现在我已经记住了嗓子是什么，嗓子是 throat， 这个词儿是我的人生的 bug。颤栗嘛，对，这个词儿我永远念不对。thrill， 哦 I got a feeling very thrill。来，我们来搁在，一般都搁在一个句子里头，你就知道怎么念了。好。You couldn't help being thrilled by the drama of the situation. You couldn't not help being thrilled by the drama of the situation. You couldn't help being thrilled by the drama of the situation. You could 等会儿啊。You couldn't help being thrilled by the drama of the situation. You couldn't help being thrilled by the drama of the situation. 好 The stadium has been many thrilling football game. This stadium has
has seen many thrilling football games. 可以，又忘了 thrill， 这个词儿真的太难了。人生英语的8个 thrill， 好了，好，最后来唱一首啊。有一个人一直在说我春晚上表演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没听我说呢吗？那个您说这句话在我们词儿里呢，我们没说成。您说的所有的吐槽都本来都在我们的稿里边，但是没有说成，没有关系，你已经把我们的稿完成了，噔噔噔噔噔，我们的稿里边就是这样的一样的词儿。好，我来最后唱一首给各位的安眠的歌，我们就可以今天休息喽，明天再见喽。来，没有什么别理人家说的对，是这样的。然后来吧啊，我的神，好，我的神，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哎，所以说，但是呢，你知道，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方式的问题，但是毕竟我要感谢我的运气，我要感谢那么多可爱的亲人帮助我，谢谢你们。好，好，我要最后唱一首歌，来，唱一首无罪说呀，哈哈哈，你呢 ？Don't no， 那个歌我也是没学几句。好，对，阳光彩虹小白哪也可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首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献给大家了啊，咱们今天就歇了啊。好嘞，行。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最骄傲的心，需要你哄它。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小白马，小白马，它这一个字过大年，还是没有逃掉吧？好嘞，行了，那就这么着了啊，明儿见了您呢，各位年谱里，明年年哥，哎，今天初几啊？初3，好嘞，初3好，谢谢各位，拜拜了您呢。Say goodbye，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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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拜拜了您呢。